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汪兔华游记，我是老刘。上一期节目我们给大家讲了一个美丽而又意外的故事，冰酒从18世纪的德国乡村来到了现代的尼亚加拉。这一期我将给大家介绍一下冰酒为什么能够在尼亚加拉地区生根发芽并且绽放光芒。我们将介绍一下尼亚加拉地区的气候和土壤，从天时、地利、人和找到答案。第二部分，尼亚加拉半岛的地形与气候，冰酒的完美摇篮。为什么加拿大冰酒产业能够后来居上？这是因为尼亚加拉半岛的气候和地理条件为冰酒建立了完美的摇篮。尼亚加拉半岛位于北纬43度，与北加利福尼亚处于同一纬度，比勃艮第地区更偏南。尼亚加拉半岛位于五大湖区，与勃艮第、德国、奥地利、俄勒冈州和新西兰一样，被认为是冷凉气候葡萄种植区。这些地区非常适合种植霞多丽、黑皮诺和雷司令等具有高芳香度和高酸度且更轻盈、更具果味的葡萄。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这里成为了全球顶级冰酒产区之一。第一，湖泊效应，安大略湖的空调魔法。尼亚加拉半岛位于五大湖地区，属于凉爽大陆性气候区。通常这些地区气候极端变化较大，也就是说，它们夏季更炎热，冬季更寒冷。寒冷的冬季低温是葡萄栽培的一个重要限制因素。如果气温降到零下20摄氏度以下，葡萄藤在冬季就可能会受损。幸运的是，尼亚加拉半岛是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部一个独特的地质区域，其北部是安大略湖，南部是伊利湖，东部则以尼亚加拉河为界，因此我们称它为半岛。半岛周围的湖水在冬季缓慢释放热量，使该地区气温比内陆地区更稳定，确保葡萄在秋季有足够的成熟时间，在冬季经历稳定的低温结冰，并且降低春季霜冻的风险。测量葡萄种植潜力的方法有很多种，其中最常见的就是生长度日，英文名叫 Growing Degree Days，GDD。该指标是从4月1日至10月31日，所有日均温度高于10摄氏度的累计天数总和。因为在10摄氏度以下，葡萄的生长活动极少，甚至完全停止。过长的生长度日会让葡萄逐渐失去酸度、精致的香气和清新的口感，而过短的生长度日会让葡萄不够成熟，糖度过低，还有因生长周期不够而增加葡萄在生长后期遭受病害和霜冻的风险。通常的优秀葡萄产区的 GDD 在1000到1800天之间，而冷凉气候葡萄种植区的最佳 GDD 天数则在1200到1500天之间。这个表显示了主要凉爽气候葡萄种植区中位 GDD 值。通过生长度日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尼亚加拉半岛的葡萄种植条件可与一些世界顶级的冷凉气候葡萄种植区相媲美，比如著名的法国勃艮第地区、美国大名鼎鼎的纳帕谷、俄勒冈地区和新西兰地区。而在生长周期中，最关键的阶段是从花开期，也就是每年的6月10日至18日，到收获期，也就是每年的10月至11月。这段时间我们叫做葡萄的生长期，这一时期大约为100到112天。我们看看这一张图，红色的线代表尼亚加拉地区全年的温度曲线，与世界其他知名葡萄产区相近。尼亚加拉地区非常适宜葡萄的生长，它在葡萄生长期气候温暖，给了葡萄足够的成熟期。更重要的是，尼亚加拉的寒冷冬季温度能够在12月和1月迅速下降到零下8度以下，因此这使得葡萄可以很好的被冻住，从而生产冰酒。而此时的葡萄藤正处于休眠状态，因此通常不会受到影响。然而，这些低温却能使果实中的水分结晶，从而酿造出真正的冰酒。
刚才我们说的零下8度，这是冰酒酿造过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温度节点。这个数字可不是凭空而来，而是酿酒师们在几十年的实践中，通过不断的实验和调整得出的最优解。零下8度被证明是最平衡的温度，它既能保证葡萄内部足够的冰冻，使果汁高度浓缩，又不至于损害产量和风味。每到了冬天，酿酒师们就会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只要在连续几个小时达到零下8度以下时，酿酒师们就像过节日一样安排夜间人工采摘。这也有了尼亚加拉地区冰酒界的一个著名的 slogan：Feeling great at -8 degree。 Feeling at great -8， 就是因为评葡萄都是要在零下8度的时候以后冻上了才能采摘。这个零下8度的原理和之后加拿大葡萄法对于零下8度的规定，我们会在后面的节目里详细介绍。而持续的寒冷天气可以确保葡萄完全冻结，而不会在解冻后腐败。而安大略湖的湖泊效应又可以确保温度不会降到零下20度以下，避免葡萄藤过冷而导致受损。2. 适宜的土壤，土壤里的5星级套餐。尼亚加拉半岛的主干是尼亚加拉悬崖，英文叫 Niagara Escarpment， 它是一座高30米到50米的一个陡坡。这一断崖从美国纽约州开始，贯穿整个尼亚加拉半岛，而且一直延伸到安大略省北部的布鲁斯半岛，全长700多公里。这个断崖给了尼亚加拉半岛这片土地独特的土壤性质。断崖北部是一个平坦的平原，由古伊洛魁湖底部沉积的湖相粘土、沙子和砾石形成。伊洛魁湖是存在于上一个冰河时期之前的一片巨大的湖泊，后来演变成了现今的5大湖。尼亚加拉断崖的基岩包含了硅质砂岩、富铁砂岩、石灰岩和泥灰岩，形成于泥盆纪时期。其沉积土壤由多种不同类型的土壤组成，如粘土、壤质粘土、壤土、沙土等。土壤通常都非常深，并且含有大量来自不同类型基岩的矿物质，从而丰富了葡萄园的养分供给。大约12000年前，尼亚加拉大瀑布从皇后镇的尼亚加拉断崖的悬崖上面倾泻而下，此后瀑布沿峡谷向下移动约11公里，最终达到了其现今所在的位置——尼亚加拉瀑布市的马蹄瀑布。这让加拿大拥有了这一世界级奇迹景观，从而每年吸引了数千万游客前来参观。我们在前几期节目也带大家体验了尼亚加拉瀑布的壮观，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观看我们之前的节目，我把链接放在描述区，欢迎大家关注、点赞、评论。不仅如此，奔腾的水流侵蚀了坚硬的白云石石灰岩，顶层以下较软的砂岩和底部的页岩，从而形成了长达11公里的尼亚加拉峡谷，使得断崖以下以及断崖以上的第一级阶地都适合种植优质的葡萄。尼亚加拉地区土壤以石灰岩、粘土、沙质土壤为主，这里不仅富含矿物质，而且土壤排水能力优越，能够防止葡萄藤根部过多积水，降低根部腐烂的风险。整个尼亚加拉半岛地区的酒庄全部都是分布在这条尼亚加拉断崖北部断崖的崖坡地上，或者断崖以下安大略湖南岸的平坦缓坡上。这种独特的地质环境恰巧遇上了这种独特的气候环境，这种精准的自然馈赠让尼亚加拉半岛成为全球极少数可以稳定生产优质冰酒的产区之一。可以说，这片土地不仅适合葡萄生长，更仿佛是为冰酒而生。下一期节目，我们将主要介绍加拿大葡萄酒联盟 VQA 为了冰酒健康发展，对于冰酒生产制定的严苛的标准，看看这个地区的人们为了酿造出世界顶级的冰酒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希望你点赞、关注、评论，
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拜拜。